大家好，我是黄伟伟医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睡眠系列。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个场景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没有电灯的时候，人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当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世界陷入一片漆黑，我们的老祖宗是在做什么呢？他们会自然的感到想睡，然后就跑到洞穴里面睡觉了。那时间移到现在，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。晚上10点钟，客厅的灯火都还是一片光明，电视还开着，我们还在床上滑手机。我们明明身体很累，但是大脑却很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因为你失眠，而是你的大脑误触了一个开关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神奇的开关，它叫褪黑激素 melatonin， 以及控制这个开关的幕后黑手光线。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褪黑激素。在学术界，科学家给它一个很酷的绰号，它叫吸血鬼激素 The Vampire Hormone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见光死，只有在黑暗中才会出来工作。这背后的运作机制很精妙，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它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了解，我们的眼睛是一个监测器。当光线进入到你眼睛的视网膜时，它会发送讯号到大脑深处一个叫视神经交叉上核 SCN 的地方。这个名字很长，你只需要记住，它是我们身体的生理时钟的总指挥。当 SCN 接收到信号，它就会判定，现在是白天，我们是需要工作的。它就会抑制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。相反的，如果光线变暗， SCN 就会发出讯号，让我们的松果体释出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一旦被分泌到血液中，它并不会像安眠药那样直接把你打晕，而是像一个送信的邮差，把讯号都发给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，告诉你身体里的细胞现在该休息了。所以褪黑激素不是安眠药，而是睡眠的起跑枪。那我们理解了这个机制，就知道现代人的睡眠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边了。我们的大脑演化了几百万年，它记得白天是太阳光，晚上的话就是月光或者是火光。太阳光里含有大量的蓝光，它是波长短、能量高的光线，对于 SCN 的刺激最强。那它的目的呢，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，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的。那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。基本上我们的 LED 光、手机荧幕、电脑荧幕发射出来的都是蓝光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想象一下，晚上11点多了，你手上拿着手机在滑着，这个时候手机是不是释出了大量的蓝光？那它给你的大脑的讯号就会是现在是白天，你需要工作，所以你的大脑就会释放讯号，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你觉得我现在应该要继续工作，而不是准备要休息。根据研究显示，睡觉前使用这一类的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，影响大概延迟1.5到3个小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滑完手机，你觉得你的头脑很累，身体很累，眼睛很酸，但是你却还是睡不着，还是很清醒。因为在我们的荷尔蒙的层次的部分来说，你其实刚刚是跟你的大脑说，这个时候是要工作，而不是要休息。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向的操作这个魔法呢？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完全抛弃科技，只需要做一点点的调整。首先就是一个数位日落的一个概念，给自己设一个界限，睡觉前1个小时我们就不要滑手机。如果一定要滑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的那个色温的部分调成夜间模式，或者是比较温暖的颜色。再来就是环境光的管理，就像去高级餐厅吃晚餐一样，餐厅的灯光都会比较昏暗一些。比较昏暗的灯光不会让你马上进入休眠状态，但是它可以让你的脑袋渐渐进入比较放松的状态。那再来就是早晨的光线，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可以先打开窗帘，把阳光引进来，这样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的大脑，现在该起床工作了。这样子慢慢的把生理时钟校正回来，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就可以比较正常。总结一下，睡眠不是从你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才开始，它其实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慢慢准备开始了。光线是我们睡眠的褪黑激素分泌的开光，所以我们的黑暗就是我们最好的药引。今天晚上我们试着把灯光稍微调暗一些，早一点点，不要滑手机，给你的大脑一点点时间，让褪黑激素早一点可以分泌出来，让你的睡眠回归正常。因为呼吸决定睡眠品质，睡眠定义健康程度。我是黄伟伟医师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。